1584年，張居正家的大門被锦衣衛踹開時，17人已被活活餓死。張居正的妻子戳瞎雙眼，長子張敬修遭受嚴刑拷打，交出家中藏匿的30萬兩白银後悬梁自盡。其他兒子有的充军，有的消极。年近80的老母被扒衣搜身。而就在2年前，万历皇帝還握着垂死的大明首辅张居正的手承諾：先生放心，子孙朕必看顧。他病逝時，皇帝為他停止朝會，赐4文中，按國公兼太師的規格辦理喪事。如今抄家的詔書卻說，張居正本應開棺錄屍，只是姑且免了。這大概是明朝最諷刺的君臣結局。一個替皇帝理政10年，整頓吏治，清丈土地，充實國庫的人，為什麼在死後遭到如此徹底的清算？萬歷痛恨的只是一個管教過他的老師，還是一個曾經替他掌握皇權的大臣？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從張居正還沒有成為張先生的時候說起。張居正生於嘉靖4年，也就是1525年，湖北江陵人，父親張文明是普通生源，有些社會地位，但遠遠談不上家世顯赫。13歲時參加鄉考，因為年紀太小沒能錄取，但教官高拱記住了這個神童。請記住這個高拱，他後來和張居正成了同僚。15歲時，張居正成為諸生，湖廣巡撫顧林讀過他的文章，斷定這個年輕人將來會成為國家重器。嘉靖26年，23歲的張居正考得進士，選為庶吉士，正式進入翰林院。明代高官的上升路線很窄，进士中最出色的一批進入翰林，翰林在等待入阁機會。文章必須好，資歷必須熬，人脈也不能少。張居正的優勢是，他不只會考試，明史說他日討求國家典故，也就是每天研究歷朝制度和本朝政務。這說明他關心的不是怎樣把文章寫得更漂亮，而是朝廷究竟怎樣運轉。他進入官場時，嘉靖朝已經走到後半段，皇帝長期不上朝，嚴嵩把持內閣、邊防、財政和官場積弊同時加深。依附嚴嵩的人忙着專營，反對嚴嵩的人則聚在徐階周圍。張居正親眼目睹官場黑暗，但是選擇了沉默。他和徐階的關係密切，但沒有因為接近徐階便與嚴嵩完全斷絕往來。明史評價他沉身有城府，這個性格從年輕時已經很明顯。他有立場，但不輕易把自己放到沒有退路的位置。嘉靖末年，徐階取代嚴嵩。嘉靖帝死後，徐階主持起草遺詔，糾正一批舊政，張居正參與其中。隆慶元年，他以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此時他40出頭，官升得很快，但還不是內閣的主人。他先後與徐階、李春芳、高拱共事。高拱性情強硬，辦事能力很強。張居正早年與他關係很好，兩人甚至相約將來共同成就一番事業。後來權力越集中，關係越難維持。高拱與徐階交惡，也與司禮监太監馮保結怨。張居正表面居中，暗中已經在為下一次權力更替準備。隆慶6年，穆宗病重，皇太子朱翊鈞只有9歲。高拱、張居正、高儀3名阁臣受顧命辅政，宮內則由宦官馮保負責傳遞詔旨。高拱準備驅逐馮保，並把計劃告訴張居正。張居正當面答應，轉身把消息通知馮保。馮保再向兩宮太后報告，說高拱專權，不能留下。數日後，高拱興沖沖入宮，以為將要宣讀罷免馮保的詔書，聽到的卻是列舉自己罪狀，命他離京的詔令。高拱伏地不能起身，最後是張居正把他扶出去的。這場政變沒有刀兵，卻決定了萬歷初年的權力結構。高拱出京，張居正成為首輔，馮保掌司禮監，萬歷生母李太后居中支持。此後10年，大明的政令從內閣擬出，經司禮監蓋印，在太後的信任下，以少年皇帝的名義發往全國。張居正後來卻有非凡政績，但他的起點並不清白無瑕。他擊敗高拱，不只靠才能，也靠宮廷聯盟和信息背叛。等這套聯盟瓦解時，政敵不會忘記這筆賬。
公元1572年，9歲的朱翊鈞即位。萬曆皇帝的童年很難用快樂來形容。馮保負責起居，監視他的一舉一動，並匯報給李太後。張居正每天天不亮就催他起床讀書，稍有懈怠就搬出李太后施壓。李太后則搬到乾清宮照看兒子，常把使張先生文奈何掛在嘴邊，用以督促小皇帝努力讀書，意思是你偷懶讓張先生知道了怎麼辦。這句話很能說明少年萬历的處境，頗有些衡水中學的即視感。張居正既是臣又是老師，還是得到母親和司禮監支持的首輔。皇帝在名義上擁有最高權力，實際生活卻被3個人共同管理。作為一名老師，如果從負責的角度出發，張居正是合格的。他為少年皇帝編寫遞見圖說，歷述歷代明君和昏君的經驗教訓，供皇帝理解吸收。萬歷在年少時也很尊敬他，稱元輔張少師先生。張居正生病，皇帝甚至親自配藥，他回鄉葬父。皇帝規定沿途官員接送，禮遇近乎人臣極限。但問題也出在這裡，在禮遇和尊重之下，邊界感逐漸變得模糊。張居正似乎偶爾會忘記，雙方畢竟是臣子與皇帝這層最重要的關係。他對萬歷的管教近乎苛刻。有一次，萬歷讀錯了字，張居正馬上厉聲呵斥。史書上形容萬歷嚇得悚然而驚，周圍的官員也都面面相覷。1579年，16歲的萬歷帶太監溜出乾清宮，跑出去飲酒作樂，席間讓太監唱曲助興。太監推說不會，喝多了的萬歷拔出佩劍相逼，拉扯間劃傷了太監的手臂。老實說，以皇帝的身份來說，這不算什麼了不得的大事。但張居正得知後，卻認為這是一次教育皇帝的上好機會。結果就是太后怒斥萬歷跪地請罪，聆聽太后和張居正訓誡。隨後，張居正代皇帝草擬罪己詔，公示天下，稱皇帝縱酒失德，深自克責。對少年皇帝來說，這不是普通的批評，而是一次顏面掃地的公開受罰。皇帝受辱這件事，最大受益者顯然是張居正，他的聲望和權勢在之後達到頂峰。他的母親進京時，沿途官員黃土墊道，淨水潑街。他的弟弟張居謙在老家強占民田，打死佃戶，地方官不敢過問。他的3個兒子參加科舉，考官都要看臉色行事。耿耿於懷的萬歷沒有立即反抗，他還沒有自己的班底，也離不開這套行政體系。他所能做的是把不滿埋在心裡。後世猜測，此時的萬歷其實已經對張居正恨之入骨。皇帝真實的想法雖然沒人知道，但看後面的結局，萬歷對張居正應該是一種既恨又怕的複雜感情。張居正執政後，首先處理的是制度的執行問題。明朝不缺制度，地方禦災怎麼報，錢糧什麼時候解送，案件多久辦結，邊軍怎樣核饷，朝廷都有明確的規定和流程。但經過層層轉發、層層拖延和互相踢皮球，地方官說等待上級，上級說已經交辦。到了年底，每個衙門都能拿出一摞公文，真正完成多少很難追查。萬曆元年，張居正推行考成法，6部和督察院把應辦事項逐漸登記，規定期限，事情發往地方後，巡抚巡案建立底冊，6科再根據回報查核，到期沒有完成就要說明原因，隱瞞、拖延或互相包庇，官員的考核與升遷都會受影響。這不就是今天政府對官員的績效考核嗎？這套辦法迅速提高了行政效率。明史用一句話概括當時的效果：一切不敢是非，政體為肅。但是也改變了明朝原有的权力平衡。按照制度，內閣只是皇帝的秘書機構，不能公開成為6部的上級。考成法卻把內閣變成整個執行鏈條的總控制室。作為首輔的張居正更上一層樓，他掌握考核尺度，既能懲罰務實官員，也能打擊反對者。比如記事中於茂學、御史傅迎真、遼東巡按劉台就因提出異議，分別被削職、下獄充军和處死。現在看來，身為一個改革者，張居正當然知道這個王朝的弊政所在。
按以往官員的惰性，100分的改革措施层层阻攔，落實到基層可能只剩下50分。如果拿出來的措施只有50分，到最後能落實的可能就只有10分了。所謂求上得中，求中得下，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他的理論是，政策必須過激，矯枉必須過正。這也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對待萬曆皇帝犯的錯，他常常會小題大做的原因。只是當考核權與首輔的個人好惡混在一起，當服從張居正成為完成公務的一部分，而他又不是帝國真正的主人，引起反噬就只能是時間問題了。後來的雍正能改革成功，主要原因是因為他是皇帝。即便如此，到了他的兒子乾隆時期，也基本上被全盤推翻了。從側面證明了，在任何朝代和時期能成功並延續的改革，都是弥足珍貴的。張居正接手的是一個長期入不敷出的財政局面，朝廷賬面上有收入，倉庫卻可能是空的。他的做法先是節流和清欠，裁員，停止不必要的工程，限制官員賞賜，壓縮經費和宮廷額外開銷，催促地方把歷年拖欠的錢糧補上。豪強、鄉紳和與官府關係密切的人，過去更容易欠稅不交，這次也成為追徵重點。這些措施讓國家倉儲迅速恢復。據《明史》記載，太倉存糧可供10年，太仆寺積金400餘萬。古代賬冊的統計口徑不能直接換算成今天的財政盈餘，但有一點很明確，萬曆初年中央的支付能力明顯增強。邊饷、漕運和救災不再像嘉靖末年那樣處處捉襟見肘，代價同樣存在。朝廷規定必須補足欠額，地方官為了通過考核，把壓力向下傳遞，災年、貧戶和真正無力完納的人可能遭到催逼。張居正要求的是賬目兌現，國庫充實，卻並不等於每個納稅人的處境都變好。所以張居正的財政整頓不能只說成為民減負，也不能簡單說成搜刮百姓。他首先解決的是國家收不上來錢的問題。對長期逃稅的權貴，這是追責；對基層承受能力不足的地區，它也可能成為額外壓迫。改革取得的財政成果真實存在，執行中的傷害也真實存在。明朝徵稅的基礎是土地和人丁，經過200年兼并、買賣、投限和隱瞞，官方掌握的土地數字早已與現實脫節。有人實際占有大片田地，冊籍上卻沒有；有人已經失去土地，舊稅仍掛在名下。土地不清，任何賦稅改革最後都會落到錯誤的人頭上。張居正執政中後期推動各地清賬填亩，萬曆8年又下令在全國範圍清查，重新編造冊籍。這件事觸動的利益比裁幾個抗官更大。地方大戶有能力篡改冊籍，也能把負擔轉嫁給小民。朝廷要把隱田重新放進稅冊，就必須讓地方官頂住鄉紳壓力。考成法在此時發揮作用，清賬不是倡議，而是有期限、有數字，完不成就問責的任務。清賬又為一條編法在全國推行提供了基礎。這裡需要說清一個常見誤會，一條編法不是張居正突然發明的。嘉靖年間，一些地方已經試行把田賦、徭役和各種雜徵合併，折算成銀，按田畝和丁糧等標準徵收。張居正的作用是由中央推動擴大實施，考慮到以往從上到下環節過多，增加了加碼和舞弊的機會。一條編法把多項賦役歸併，折銀徵收，減少中間層次，也讓朝廷更容易計算實際收入。一條編法的好處是，它推動了明代財政貨幣化，簡化了部分地区的徵收辦法，讓國家更準確地看到土地。後來的明清財政也都沒繞開這一步，但壞處也顯而易見。過去的收稅是收糧收米，現在改成直接從百姓口袋裡掏錢，也就是說間接稅改成了直接稅。直接稅對社會的傷害是很明顯的。用今天的實例打比方，興農合的400元本質上也是稅，但國家說補貼了64%，給你一種得了實惠的感覺，
所以大家才願意交。在超市購物，雖然知道每件商品的價格都含稅，但只要收銀小票上沒明顯列出來，消費者就不會感到那麼心疼。而房產稅卻是讓你把已經到手的錢重新再交出來，已經吃下去的東西又吐出來，肯定是痛苦的，所以才有那麼大的抵觸聲音。總之，我們要說的是一條編法的直接稅，充實國庫的同時，也損害了政府公信力，同時動了官僚資本和皇室資本的蛋糕。這些人本來就不是善茬，以至於後期傳出張居正冒用天子鑾駕，稱33人抬龍轎，以及晚年荒淫喜房中術的傳言。這些敵對性的傳聞，雖然我們不必採信，但他樹敵過多的事實卻由此可見一斑。萬曆5年，張居正父親去世，按照明代官場倫理，官員遇父母之喪，應當離職回鄉，守制27個月。皇帝可以下令奪情，讓重臣不必離任，但這在崇尚孝道的文官社會中極為敏感。戶部侍郎李由滋首先倡議奪情，馮保也堅決要求張居正留下。皇帝連續挽留，理由是國事離不開首輔。張居正最終接受，穿素服入閣辦公，只請暫時不上朝。反對很快爆發，很多官員接連上書要求他按理守喪。張居正沒有容忍這場爭論，反對者遭廷杖、貶謫或充軍。皇帝又下詔，誰再談奪情，嚴懲不赦。北京街頭出現攻擊張居正的匿名文字，輿論從政策爭議變成道德審判。奪情事件傷害張居正，此前得罪的人從這裡找到最有力量的攻擊口號。一個天天用綱常教育皇帝的人，輪到自己時卻不肯守制。於是第2年，張居正只得再度請求回江陵安葬父親。奪情沒有立刻摧毀張居正，反而證明他的權力仍在頂點。但從此以後，反對者不再只批評某項政策，而是開始認定張居正本人已經破壞明教，威脅軍權。清算時，奪情案中被打壓的人會被重新啟用，張居正則失去最後一層道德保護。張居正執政後期，圍繞他的奢侈生活和受賄等傳聞越來越多。史料中最誇張的說法，往往來自政敵或後來的筆記，所以不能照單全收。那種幾十人抬的巨型轎子，沿途窮奢極欲的細節，傳播很廣，卻很難逐項核實。能夠確認的是，張家的生活和交往已經遠非普通官員。皇帝賞賜頻繁，地方官爭相饋贈，張居正身邊的家人僕從與權貴往來，有人出資買官。3個兒子先後取得高第，其中2人進入翰林，引起科場不公的議論。馮保的親信也借2人的權勢收受財物。張居正本人是否直接收下每一筆賄賂，現已無據可考。但僅從後來抄家發現的30萬兩白銀，也可以看出張居正並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清廉官員。史料證實，張居正晚年時期年俸加上稅祿，折合成白銀約為600兩左右，30萬兩，相當於他500年的收入。張居正的高調生活對萬曆的刺激尤其強烈。張居正不斷要求皇帝削減賞賜，停止工程，節制有宴，可自己家卻財貨滿屋。一個人在少年時期被老師用節儉訓誡管了10年，成年後發現老師家中並不清貧，很容易把過去的教育全部理解成欺騙。說到這裡，我又想到上學時一位以嚴謹著稱，並以此要求我們的語文老師，某天他朗誦課文，一個中國孩子的呼聲。當他念到敬愛的聯合國秘書常家利先生時，當時那種信仰崩塌的感覺，想來和萬曆一樣，原來世界真的全是草台班子。當然，張居正的政績不能因此抹去，達到他的高度，問題並非簡單的清官還是貪官，而是他把改革建立在高度集中的個人權利上，卻沒有為自己的家門建立一條足以取信於人的隔離線。萬曆對張居正的不滿，大致來自4件
可以落到事實上的事。第一，張居正與馮保、李太后形成的輔政結構，讓皇帝在成長過程中長期感到受監視和管束。對一個普通學生來說，他是嚴師；對一個逐漸成年的皇帝，這是有人在替他行使皇權。第二，張居正的政治權力已經超過內閣邊界。萬歷能夠清楚看到，朝廷離不開張居正。一個皇帝尊敬能臣，並不代表他願意承認自己離不開能臣。第三，張居正壓制言官，制造了龐大的反對群體。於茂學、傅應真、劉台和奪情案諸臣的遭遇，都給清算提供了具體案件。張居正死後恢復這些人的名譽，既能收買士大夫輿論，也能證明皇帝親政後與舊政劃清界限。第四是財富。馮保倒台後，家中查出巨額財物，宦官張成又向皇帝報告馮保與張居正相互勾結，恣意專權，並宣稱張家財寶勝過國庫，明史直言。皇帝因此心動，也對張家的財富產生了慾念。後來的抄家既有政治抱負，也有搜求財物的動機，這四件事疊在一起，才構成萬歷的恨。若只說他恨老師管得嚴，會把清算寫成一場青春期報復；若只說保守派反攻，又會忽略皇帝本人是整個行動的發動者和受益者。萬歷要拿回的，不只是玩樂和花錢的自由，而是皇權不受首輔解釋的狀態。張居正最成功的地方是借皇權推動改革，他最危險的地方也是借皇權推動改革。少年皇帝不能亲政時，他替皇帝把权力集中起來；皇帝成年以後，只需換掉使用這套權力的人，集中起來的力量就會反過來落在張家頭上。万历10年6月，張居正病逝，時年57歲。皇帝最初給足哀榮，停朝賜祭酒壇，贈上柱國，謥文忠，命高官和司禮太監護送靈柩回江陵。轉折從馮保倒台開始。萬歷寵信的太監張成過去受馮保排擠，一直暗中搜集馮保和張居正的消息。張居正死後，反對馮保的官員開始上書。皇帝先在宮中控制馮保，再把他貶往南京查抄家產。馮保不只是失去職位，他作為張居正與宮廷之間的最後一座橋，也被徹底拆掉。言官隨後攻擊張居正提拔的人，奪情案中被貶的官員被召回，死於張居正手中的官員恢復名譽。朝廷先拆除張居正留下的人事網絡，再追究張居正本人。皇帝下令剝奪太師、上柱國和文忠諡號。御史又追論遼王案件，指控張居正侵吞遼王府金寶。證據是否足以支持所有指控，已經不再重要。清算所需的政治結論先形成，抄家只是去尋找與結論相配的財物。欽差前往江陵前，當地官員封鎖張宅，才出現開頭那一幕，正式抄檢得到黃金萬兩，白銀10餘萬兩。這個數字很大，但沒有達到此前傳說的勝過國庫。為了逼出更多財物，張敬修遭受刑訊，被迫招認另有30萬兩寄存在別人家中。與張家有關的人也被牽連追查。最後詔書削盡張居正官制，受賄皇帝過去賜給他的喜書和4代誥命，公開列罪，並寫下本當剖棺錄屍，姑且免除。皇帝沒有真的打開棺木，但對一個剛剛去世的老師而言，這份詔書已經足夠殘酷了。張居正失勢後，考成法被廢止，受他壓制的政治力量重新回到朝廷。他提拔的一批官員遭到貶黜，可是清障後的土地冊籍，一條鞭法所代表的賦役合併和白銀徵收，不可能憑一道詔書完全倒退。國家已經按新辦法收錢，地方也已經改變徵收實踐。戚繼光被調離蓟鎮後罷官回鄉，潘繼訓也一度受牽連。張居正建立的用人保護一旦消失，能臣必須重新面對官場公結。過去10年那種目標明確、執行迅速的狀態，很快鬆動。不過，把明朝後來所有問題都歸結為萬歷清算張居正也不準確。萬歷後來長期代政，跟他爺爺一樣多年不上朝，與群臣在立儲等問題上持續對抗。
也有張居正死後才形成的新背景。張居正在明朝快咽气的時候衝進来，為這個國家續命。他用10年的時間證明大明根本治不好，然後又用自己的死亡證明了就算治好也沒用。崇祯年間，明朝已到危急關頭，朝臣重新追論張居正功績，崇祯帝恢復了張家部分官营。只是到這時，距離那場慘烈的抄家已經過去半個世紀。人們重新想起他，不是因為他從未犯錯，而是因為一個越來越失去執行能力的朝廷終於明白願意辦事兒而且能辦成有多難。張居正留下的最後問題也正在這裡。如果一場改革只能靠一個不能被反對的人推進，那麼改革者一旦離開，他究竟還能留下多少？萬曆用2年時間給出了答案。他留下了張居正整理過的國庫，也毀掉了張居正的家。正是10載章程催驛馬，一登獨照台階。邊臣暫息曹傳來，帳田從檢測積粟上高台。先生身後門先鎖，空庭惡損蒿來。君恩翻覆不須猜，江陵秋水過，猶待舊時哀。